到我美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大家好，我是在美国纽约执业的移民律师冯静。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聊一下，如果今年有 H1B 二次抽签海底捞的机会，你该怎么把握？移民局统计出来，今年有将近31万的人参加抽签。那么这第一轮抽签完了之后呢，从各方面的消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呢滥用 H1B 抽签系统。一个申请人呢有10到12个雇主帮他申请，帮他抽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马上6月30号呢是第一批中签的小伙伴递交 H1B 申请的 deadline。那么我们预计呢，即使你有8个雇主帮你支持了这个抽签中签了，你也不可能递交8个 H1B 申请。所以说呢，我们预测呢，今年很有可能是有第二次 H1B 抽签和海底捞的机会。那么在移民局6月30号之后统计出来，到底有多少名额没有能够最终递交 H1B 申请后呢？如果有多余的名额呢，他们会像去年夏天一样，他们会进行第二次抽签。那么我们该如何准备？抓住这个第二次抽签的机会呢？在我们前面的节目里，我们有介绍到，如果第一次没有中签的小伙伴，你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和你的 H1B 雇主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你的 OPT 现在还是有效，而且你还继续在雇主这儿工作，非常好，那么说明雇主继续雇佣你，继续需要你。如果你第二次中签的话，雇主还有非常大的可能愿意继续帮你支持这个 H1B 申请。那么如果你因为身份过期那么你不得不停止和你的雇主工作的话，那么你也要和雇主保持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渠道，因为雇主雇佣你 H1B 的申请是雇主主动来提交的申请，那么只有你保持好一个良好的沟通的一个渠道，让雇主认为你对他来讲是有价值的，那么在第二次抽签之后，雇主才会继续帮你来提交 H1B 申请。那么第二次海底捞抽签中签之后呢，你的律师和你的雇主的 HR， 就是当时帮你注册到这个系统里的那个邮箱是会接到移民局的通知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和你的 HR 保持一个沟通的畅通的渠道。同时呢，如果你和律师有沟通的渠道的话，你也应该及时的向律师跟进。那么有没有第二次抽签？什么时候发生了？有没有你中签的消息？那么只有消息灵通了，这个渠道畅通了，你才能够继续 follow up。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的雇主非常不幸，因为任何一个原因，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给你这个 H1B 的工作，他们也非常犹豫，如果你中签之后是不是有这个能力继续帮你支持这个申请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这样放弃了呢？如果你第二次中签能够中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名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建议你，因为 H1B 中签了、递交了、批复了之后，你是可以做 H1B transfer 的。也就是说，你可以跟你的雇主商量，是不是雇主现在能够帮你 go through 递交这个申请。申请批复之后，你可能需要1到2个 paycheck， 那么你就可以成功的做 H1B transfer。那么申请批复之后，即使你没有能够找到新的雇主来做 transfer， 你也可以让雇主 lay off 你。那个时候雇主并没有任何财务上的负担，但是呢，拿到1、2个 paycheck 之后呢，你的这个 H1B 名额呢就稳当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在这之后，你任何时间找到了雇主呢，你都可以随时做 H1B transfer。那么有一个 tricky 的问题是，很多人在问，那我 H1B 中签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做 transfer？ 不行。那么移民局现在的态度是，你一定是要你中签的 H1B 批了之后，并且你要激活它。怎么激活？就是要在你中签的这个雇主这儿工作，拿到1、2个 paycheck。那这个时候呢 ，H1B 的名额呢才算是落袋为安了。那么希望大家都期盼二次中签的小伙伴呢，能够关注你们的这个 HR 的信息，能够及时和你的雇主沟通，同时呢能够成功的递交第二次 H1B 申请。如果你觉得我们今天的 tip 对你有帮助的话，请订阅、点赞、分享，谢谢。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